第272章抵达帝都。黑夜降临，夜色笼罩着大地，天空之上，银月高悬，淡淡的月华稀薄地挥洒而下，将一些黑暗缓缓地驱逐。宁静的院中，兄弟三人躺在舒适的软椅之上，抬头望着那满天星空，偶尔端起身旁的酒杯，互斟互饮，将手中酒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萧炎偏头望着两位隐隐有些醉意的兄长，缓缓站起身来，从那戒中取出2卷封面颇为古朴的卷轴，然后将它们轻轻地放在萧鼎、萧丽两人身旁的小桌上，看着他们那疑惑的目光，微笑道：“这是2卷玄阶中级的功法，一木一雷，属性刚好与你们相合。功法中还配套着一种玄阶高级的斗技，两相配合，威力不容小觑。”闻言，萧鼎与萧丽那略现醉意的眼瞳骤然间大亮了起来。仅仅是单一的玄阶高级功法，在加玛帝国中便是属于有价无市的宝贝，更何况还拥有着配套斗技。这般算下来，这种功法的价值比其他同等级的功法无疑要显得更为珍贵。在这般珍稀之物的诱惑下，即使是以萧鼎的冷静，脸庞上也是浮现许些渴望。而一旁的萧丽则在萧炎话落的那瞬间，一把将那银色卷轴给抓了过来，然后爱不释手的上下把玩着。这2种东西若是拿去拍卖的话，若是没有300万金币的高价，恐怕还真是掉了身份。接过那卷绿色卷轴，萧鼎轻轻抚摸着，极其舒服的柔韧触感，让得经常与魔兽打交道的萧鼎清楚，这种材质至少是4阶魔兽的毛皮方才能够具备，当下忍不住的惊叹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同时拿出2种拥有配套斗技的玄阶高级功法。这种手笔在加玛帝国中能够办到的人或者势力，恐怕不会超过10指之数。而萧炎若非是因为要老衲近乎庞大的仓库源，也根本没实力拿出它们。上次便打算将功法给你们，不过由于走得匆忙，所以搞忘了去。萧炎笑道。在前往蛇人族时，萧炎便是从药老衲寡出了这2种功法，不过由于行程被绷得极紧，因此现在才有时间记起这事。虽然这功法极其稀有，不过既然是你拿出来，那我们也不做那些虚伪的推辞，不然的话反而惹得你不高兴。清楚萧炎性子的萧鼎略微沉吟了一会后，并未拒绝萧炎这番有些丰厚的礼物，笑着点了点头，也不说什么客套话，将卷轴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怀中。望着2人将功法收好，萧炎微微一笑，仰头望着星空，轻声道：“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那我明天也就可以安心地走了呀。”萧鼎轻点了点头，将一旁的酒杯斟满，站起身来，递向萧炎，笑道：“小家伙，大哥和二哥在这里等着1月之后，你名震加玛帝国的那一天。”干了。望着那忽然间变得豪迈起来的萧鼎，萧炎心头涌上一抹暖意，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他清楚萧鼎话中的意思，若是他真的能够打败纳兰嫣然，并且顺利走下云岚宗，那么萧炎这名恐怕就将会在一夜间轰动整个加玛帝国。当然，小炎子，如果你没有走下云岚宗，我与大哥不会立刻替你报仇，不过我们会隐忍，咬着牙死死的隐忍，等到什么时候拥有了能够给云岚宗留下一条让他痛入骨髓的伤疤之后，我们就狠狠地咬他一口，直到咬碎骨头为止。萧丽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微笑的脸庞上却是隐隐透着一股让人心头发寒的阴森。在沙漠里，张牙舞爪的凶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安静潜伏在黄沙之下的毒蛇，它们轻易不会展露獠牙，然而一旦时机到达，致命的一击将会瞬间冲出黄沙。萧家3兄弟，萧鼎冷静睿智，萧丽阴狠毒辣，萧炎神秘莫测，3人各不相同的性子，却皆是能够让得他们的对手感到不安与心冷。望着那阴厉的萧丽，萧炎心中暖意流淌，微微点了点头，再次满饮一杯让得喉咙火辣辣的烈酒，3人相视大笑。翌日清晨，萧炎与海波东没有惊动任何人的出了墨铁佣兵团，犹如每次离开那般，都是悄无声息。蔚蓝天空之上，2道流光忽然自远而近，然后带起一股狂风，片刻后又是闪现在了天际之边，最后遗留下地面道路上许多满脸羡慕的路人。萧炎，我们直接飞去帝都不是省事多了？你怎么还要去探歌城搭乘飞行兽？
那速度可比我们飞行慢多了。背后寒冰双翼微微震动，海波东瞟了一眼下方飞速后退的景物，偏过头来，斗气夹杂着一缕声波，略微有些不满地传进了萧炎耳中。全力赶路中的萧炎听得海波东这话，心中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暗道：从这里到帝都，那可是几千里的路程，以前若是有药老的力量支援，倒还能够支撑下去，可现在要老沉睡了，凭我6星斗师的实力，怎么可能毫不停歇地坚持下来？到时候一个不慎，恐怕难免会被看出什么破绽。虽然心中这般想着，可萧炎嘴上自然不可能这般回答。背后紫云翼震了震，速度稍减，笑道：哼，只是想趁着在飞行兽上的赶路时间中研究一下异火而已。再者，你不是也要寻找炼制负灵子丹的药材吗？在一些大城市停留一下，寻找到的机会也要更多一些。闻言，海波东脸色这才缓了下来，无奈地点了点头，想起自己那些很多连名字都未听过的珍稀药材，也只得不再反对。瞧得海波东没有再坚持，萧炎心中悄悄松了一口气，背后紫云一猛地扇动，飞掠的速度顿时暴涨，身形化为流光，消失在天际之边。从清晨一直赶路，直到下午时刻，那所名为探戈的城市的轮廓方才隐隐地出现在两人视线之内，在城外落下地来。两人然后又是风尘仆仆地窜进城市中。此时的萧炎已经再度将那件2品炼药师的职业袍服穿在了身上，虽然背后那足足7级身高的巨大黑齿让得他看起来略微有些显得怪异，不过那些守城的士兵也并未有胆子拦下一名炼药师进行盘问，因此两人倒是顺利无阻地进入了这座面积不小的城市。进入城市后，萧炎两人便是首先挨着那些看上去规模不小的药铺一间间的搜索过去。海波东的目的是那些能够炼制父子灵丹的药材，而萧炎则是在暗中观察是否有着什么药材能够有着快速回复灵魂力量的奇效。然而虽然探戈城内药铺不少，不过萧炎与海波东所需要的药材皆是属于那种极其罕见的级别，当下都只得期盼而来，失望而去。从最后一间药铺中出来之后，不死心的两人又是在城市中的拍卖场转了一圈，可惜同样是一无所获。站在大街上，两人面面相觑，皆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只得放弃了搜索，赶往了城中心的飞行运输行。凭借着萧炎那炼药师的身份，两人再次不出意外地顺利登上了那炼药师专用的豪华型飞行魔兽，然后开始了长达好几天时间的漫长空中赶路。飞行路上过得颇为枯燥，不过好在两人都不是那种急性子，在各自的床榻上将脚一盘，然后便是进入了修炼状态，慢慢地静等着目的地的到达。飞行期间，萧炎也并未与同行的一些炼药师打交道，不过在偶尔见面的时候，他心中却是颇感诧异，因为他发现这些前往帝都的炼药师，甚至有一些看模样竟然不是属于加玛帝国的人。当然，在萧炎为这些别国炼药师诧异之时，那些炼药师在见了他相貌以及胸口上炼药师品阶的徽章后，皆是满脸错愕。显然萧炎的年龄以及炼药师品阶让得他们颇受打击。有了上次飞行的不愉快经验，因此萧炎在心中有些排斥在飞行兽上与人交流，所以即使瞧的那些炼药师相谈时甚浓的气氛，可他却依然并未凑上前去。不过在一次偶然间听的那些炼药师提起炼药师大会几个字时，在愣了愣后，萧炎终于是恍然地记起了当初在黑岩城那炼药师公会的分会长奥托大师对自己的邀请。原来这些炼药师都是赶去参加炼药师大会啊。微微点了点头，萧炎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些别国炼药师会如此规模地出现在加玛帝国的境内。既然是炼药师大会，那么想必很多炼药师手中都有着一些罕见的天才地宝吧。心中这般喃喃着，萧炎眼睛逐渐地亮了起来。若是能够在上云岚宗之前寻找到回复灵魂力量的奇宝，并且将药老唤醒，那么这次的云岚宗之行，萧炎也是真正的能够安心了。有了这个念头，萧炎的心思倒是变得迫切了起来。而在他迫切的等待之中，那飞行了将近7天时间的飞行兽终于是逐渐的抵达了目的地——加玛帝国的帝都。
加马圣城。站在飞行兽的背上，萧炎低头望着那出现在云雾之下的宏伟城市，缓缓地吐了一口气。3年时间，3年苦行，他终于是走到了这里。随着飞行兽的缓缓落下，萧炎的目光忽然骤然转移向帝都的北面方向。那里，一座堪称宏伟的庞大山峦，犹如巨龙一般匍匐着，隐隐透着冲天灵气。那里，便是加玛帝国的庞然大物——云岚宗的所在。云岚宗，纳兰嫣然，当年的废物，如约来了。双眼死死地盯着那被掩藏在淡淡云雾之中的雄伟山峰，萧炎的身体在这一刻剧烈地颤抖了起来。